东莞谁打架最厉害？那毋庸置疑肯定是 Mackie， 但这个人的实力绝对是被低估的，那就是 Angry。小的时候 ，Angry 只会躲在哥哥 Smiling 背后哭鼻子，没有哥哥的身边，他就和八戒一起被灰谷兄弟抱走。此时的 Smiley 正和三谷一起摇着轮椅回去呢。Smiley 是真的很担心弟弟会哭鼻子，三谷安慰他不用担心，他们的实力很强的。结果镜头一转 ，Angry 和八戒同时冲向灰谷兄弟，八戒被灰谷兰一棍打翻在地 ，Angry 被龙胆来了发情报攻击，整个人死死地夹住他的一条腿，然后用力一拧，就痛得 Angry 说不出话来。他痛苦的呻吟声反而让灰谷兄弟更加兴奋。现在 Angry 的右手和左脚都已经被废，想继续打也站不起来了。接下来就轮到了八戒，龙胆死死压制住八戒，不让他动弹。灰谷兰就扬起铁棍，一棍接着一棍敲在他的头上。旁边牵动也不是阿炳的对手，两个人的体型差让他完全无法挣脱阿炳的怀抱。但是在看到八戒的惨状后，两人一起愣住了。好家伙，灰谷兄弟下手是真狠呐！八戒被打得连声都发不出了，周围的人也不知不觉停下了动作。而这幅画面激起了安国人内心的恐惧，他竟然吓得哇哇大哭，冲灰谷兄弟破口大骂：“快点住手了，卑鄙的大笨蛋！”天竺端都跟看笑话一样看着他，殊不知这可是安国黑化的前兆。哭鼻子的安国会挣脱束缚，变成恶鬼。当初4年级的 Smiley 被一群初中生摁着打，安国也吓得哭鼻子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所有人都重伤到需要送医院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后， Smiley 就告诫安国以后不能再哭了。而那些残暴也被安国强行摁了下去，只是现在看来似乎要全部释放出来了。安国一拳一拐地走向灰谷兄弟，灰谷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让龙胆小心一点，但是龙胆不以为力，直接冲上去想擒抱安国，将他摔趴在地。然而这一次他却怎么也摔不动了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安国甩飞，紧接着拳头直接砸向他的面门。就这一拳，龙胆被打得当场晕厥。下一秒，安国又缠上来到灰谷兰身后，还不等灰谷兰回头，拳头就已经飞了过来，他也获得了和弟弟一样的下场。阿炳有些看不下去，一边嚷嚷着一边走了过来，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之前被自己打败过的小鬼吗？于是自来熟的搂上安国瑞，虚心求教，想问他刚刚用了什么招数，却反被安国瑞反手压在地上，3拳就打倒了3个天竺干部。钱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。而下一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是叛徒武藤，被安国瑞一个过肩摔栽倒在地上。这下连武道都震惊了，因为武藤可是当初 Mackie 钦定的大家最厉害的干部，现在竟然被安国瑞一招打倒。天竺干部的连番倒地，极大激发了东莞的士气。天竺那边的喽啰则产生了恐慌，谁都不敢去和安国瑞对上。只是没想到武藤竟然重新站了起来，而且手里还拿了一把小刀。当初他加入天竺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在这里可以随意作恶，所以哪怕要用最阴险的手段，他也要打败安国瑞。他握着刀直接冲向了武道他们，安国瑞灵敏的闪身躲开，武道也冲上来推了他一下，让他稳住身形，可他自己却暴露在武藤的刀下。关键时刻竟然是阿赫挡在他面前阻止，阿赫亲手将武藤击倒，并且告诉他天竺的帮派不值得影响他。武道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阿赫果然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。结果下一秒就被人家自己否认，表示自己已经把心灵交给那个男人了，就算要跟他前往地狱也心甘情愿。他已经不是过去的阿赫了，现在的他是天竺4天王的头目钮祜禄赫迭。阿赫径直冲向安格瑞，速度和前面几个完全不在一个 level， 甚至连安格瑞都无法跟上，被一拳打飞出去后，后面的千都和阿钱紧随其后。最后阿赫来到武道面前，现在所有干部都已经倒下，只剩下了最菜鸡的武道。武道有些感慨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阿赫竟然变得这么强，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。结果还没来得及问出口，就被曾经的好兄弟一拳打飞。阿赫用行动证明自己誓死跟随银佐那的决心，哪怕是儿时的玩伴也能毫不犹豫地暴揍。武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但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抗揍，不管被打得多么惨都能重新站起来。武道不理解阿赫为什么对银佐那那么忠心，这个人可是为了私人恩怨可以毫不犹豫地派人杀害自己的妹妹，难道这种人渣也能被称为英雄吗？阿赫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银佐那曾经的模样，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有实力的人不见得是英雄，现在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黑川银佐那。说完后又继续揍武道，别人挨了阿赫一拳都再也站不起来，而武道挨了这么多拳竟然还能站在那里，果然是东莞最强肉盾。钱东看不下去，强撑着站起来挡在武道面前，告诉武道已经够了，
他再坚持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其他人都已经站不起来了。但是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可武道坚持不肯认输，只要他还站着，东莞就不算输。而且他知道阿赫已经开始动摇，这样的他是无法战胜自己的。于是西校亲自出手，他竟然掏出一把手枪抵在武道头上。明明是生死关头，武道心中却一点也不害怕，脑海中浮现出了之前同伴们托付给自己的那些事情，是那些信任支撑他走到了这里，所以他无所畏惧，反而看出了西校眼中的害怕。质问西校到底在怕什么？一句话激得对方直接开枪，不过这一枪只打在了武道的脚上，股股鲜血渗了出去。武道还是那副坚不可摧的模样，他知道自己没有麦克那样的领导魅力，也不像直人那么聪明，打架实力也远远不及阿坚，但是他永不放弃，即使要了他的命也不会放弃。就是这份决心让西校下意识产生了恐惧，所以哪怕武道将自己的头抵在了枪口，他也迟迟不敢开枪，最终还是无奈放下了手，而是一拳将武道打飞出去。不过武道刚刚那番话也让东莞的其他成员振奋了起来，大家相继站起。钱东回头告诉武道，他很庆幸当初是他接替了场地，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试图逼迫西校放下武器。这只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斗，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他们的信仰，还有他们所背负的事物。听得武藤也忍不住热泪盈眶，他紧紧地盯着英佐娜的背影，想让他想起来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。结果西校不吃这一套，不仅没有放下枪，反而对武道他们冷嘲热讽，说他们就是一群臭废物，站起来废话连篇，怎么都改变不了败北的结局。当然他们也不是不能和解，西校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。天竺和东莞合并，老大究竟是麦克还是英佐娜？在西校心中，总长的位置当然还是麦克的，毕竟他和英佐娜就是想将麦克拉下泥潭，到时候帮派名就叫东京万会。说还有脸问武道这个提议怎么样，气得武道直接冲他面前就是一拳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拳真的是大快人心。武道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干预，西校的计划一定会成真，毕竟在上一个未来，麦克就是这么被他折磨致死的，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那样的惨剧再来一遍？现在的他已经想明白了，阿健为什么会沦为杀人犯，就是因为他们杀死了艾玛，罪魁祸首就是西校。想到这里，武道那裹挟着愤怒的拳头直接砸向西校，却被英佐娜挡了下来。英佐娜早就看不下去这场闹剧，就这么一个小菜鸡，你们轮着上都打不倒他，一边让让，让我来！英佐娜放出狠话，要把在场东莞的人全部杀光。武道冲上来一次，这就把人打飞一次。可是无论他打飞多少次，武道都能重新站起来。既然如此，英佐娜也就不跟他客气了，一拳一拳往死里打，鲜血一股一股的喷了出来。就这，武道还是没倒下，更何况就算他倒下了，也还有麦克。然而就在他挥拳砸向英佐娜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众人还以为他终于没有力气了，武道却举起了自己的拳头，抱怨一句：“你来得太晚了。”没错，来的人正是麦克。心有所感的众人纷纷回头，果然看见他们的总长正一步一步走过来。这下轮到西校他们绝望了，他不是今天刚死了妹妹吗？为什么还能来到这里？麦克径直走到武道面前，摸着他的头真诚道谢。紧接着阿坚也带着日向骑着摩托车而来。原来日向把武道告诉他的事情全跟麦克和阿坚说了，包括武道一开始是为了阻止他的死亡才从未来而来的。说都说了，武道也不能改变什么，他只是担心麦克和阿坚现在都处在失意的谷底，就算来了也没法打架，而且天竺可是有200多人呢。却听见麦克问那些人：“你们需要我放水吗？”未免也太看不起他们天竺了。天竺的小喽啰们吵吵嚷嚷，根本不知道他们惹的到底是什么人。麦克面无表情地提醒：“你们以为我是谁呀？200人，起码给我带2万人来！”一句话瞬间扭转了士气，让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麦克又回来了。现在战斗才刚刚开始呢。看到这一幕，武道真诚地感谢了日向，感谢他让麦克和阿坚振作起来。日向却拉住他的手，告诉他，明明是他拼命努力的身影撼动了大家的内心。而此时英佐娜的脑海中出现了尖锐的嘶鸣声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西校，然后立刻疾跑冲向麦克。尽管麦克及时伸出双臂挡在胸前，却还是被踹退了数米远。英佐娜的每一句话都戳在麦克的心窝上，问他失去真一郎和艾玛后有何感想。麦克就只是回了他一句：“我们把账算清楚吧，哥哥。”